我男友极度社恐，同居半年，我从未真正见过他。早上醒来，桌上备好丰盛早餐，不见人影。晚上回家，他把屋子收拾得一尘不染，做好美味晚餐等我。我隔着门感谢他，他说不用谢。半夜醒来，我忽然感觉到床边有人在默默盯着我，吓得大叫。他受到的惊吓更大，踉踉跄跄地逃跑。后来我邀请他一起旅行，他趴着门缝摇头，不，我赌气说，这次我一定要你在身边。他从门缝里推出一张相片以及10万块钱，小心翼翼地说，你带着我的照片去吧，这样就当我陪在你身边了。我的男友江月焕极度社恐，又是个死宅，能不说话就不说话，能用微信交流，坚决不打电话，能不见人，坚决不见人。让他出去社交，除非弄把枪抵在他身后，否则坚决不出门。所以哪怕他是首富之子，28岁了依旧是条单身狗。他爸妈使出无数手段都没法改变他，他们放弃了江月焕，决定让他生个崽，好好培养，将来接替公司，其他的随他去吧。江月焕被弄得烦不胜烦，两方急着拉扯3年，江月焕终于同意相亲，首富父母喜极而泣，广发英雄帖，招女孩子与他相亲。但他们忘了，江月焕是个极度社恐死宅，让他相亲无异于逼他去跳火坑。他不愿意出门，也不愿意见面，条件稍微好点的女孩子都被气跑了，一心想要钱的女孩子，江月焕又不喜欢。江月焕的生崽计划卡住，于是到28岁，他还是条单身狗。首富父母痛哭流涕，绝望无比。最终，他们决定自己努力生个崽，不逼江月焕生崽了。为了逼江月焕外出，首富父母将他扫地出门，撤掉所有佣人，断掉他所有钱，这样他或许就会改变社恐死宅的习惯。但他们不知道，社恐死宅对物质毫无兴趣，对花钱也没有多大兴趣。28年来，江月焕将所有的压岁钱和零用钱全部存在银行，大概有1个亿，以他的消费水平，一辈子都花不完。首富父母彻底绝望。就在这时，转机出现。江月焕是个长情念旧的人，家里的狗死了，他生的狗儿子一直由江月焕养着。被扫地出门时，江月焕带上了那条狗，狗狗运动量大，每天都需要遛。佣人被撤掉，江月焕又不想出门，他被迫发了个兼职招聘，让人每天到家里来帮他遛狗。刚好我缺钱，又住在他的公寓附近，看到兼职招聘，立马联系上他，双方一拍即合。我每天上门帮他遛狗，早上遛1个小时，一天300块，等同我本职工作的工资。我这人穷怕了，为了钱可以6点起床，到他家遛1个小时的狗再去上班。但遛狗遛了1个月，我连江月焕的面都没见着。我一直以为狗主人去外地上班了，不在家里，所以才让我上门遛狗。一般都是这样的，而且我每次上门，屋子里静悄悄的，跟个鬼屋一样。直到某日，我刚准备牵狗出门，忽然听到屋子里传来砰的一声巨响，我吓了一跳，走过去问谁在里面，没有声音。我又问了几次，都没人回答。我警惕的后退，拨打主人的电话。片刻，门背后响起手机铃声，电话接通。我赶紧压低声音说：江先生，你屋子里有人，是你放进来的吗？手机里传来闷闷的声音。我松了口气。你的客人？电话里说是我。我迅速看向卧室门，门依旧紧闭着。哦，你从外地回来了？我还以为是小偷。不是。哦，我知道你不是小偷。电话里的人说，我一直在家里，没去外地。我晕了，主人一直在家，是我想的那个意思吗？你这个月都在吗？那边闷闷地了一声。他这1个月都在。出于礼貌，我上前敲了敲房门。片刻后，房门慢吞吞地打开一条缝隙，一只黑漆漆的眼睛藏在门后，悠悠地问：干嘛？我吓了一大跳，浑身直冒鸡皮疙瘩。江先生。那只眼睛眨了眨。居然真是房主人。一时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哑然无语。他也没说话，房间骤然陷入安静。我忽然觉得这栋房子凉飕飕的，勉强挤出一个笑容。你好。那只眼睛又眨了眨，犹豫片刻道：你好。我问：刚才听到好大的声响，你没事吧？他说：没事，我的乐高倒了。空气陷入安静，我尴尬地哦了一声。他问：还有事吗？我没有。眼睛的主人便关上门。望着那扇紧闭的门，我呆了半晌，赶紧牵着狗出门。仔细想想，我来的这1个月里，每次进门，房间一尘不染，东西摆得整整齐齐，到近乎严苛的地步。狗笼也打扫得很干净，里面放着狗粮，肯定有人在打理房子。但我从未见过主人，1个月来连声音都没听到过，所以我才推测主人不在，可能是临时工在打理。但没想到主人一直都在。我的老天奶，他一直在，为什么不出声？不出来呀！想到门背后那只黑漆漆的眼睛，阴沉沉的声音，我毛骨悚然。这人正常吗？上班时我心神不宁，越想越危险。遛狗哪用得着300一个小时啊？刚好我是年轻单身女性，难不成他在给我下套？很多坏蛋都这么干。但话又说回来，既然下套，不至于1个月都没动静吧？下班后，我便快速冲进商店，买了防狼喷雾、电击棒、弹簧匕首，还在家门口的健身房咬牙报了拳击课。所做的一切都是为防江月焕，万一他对我不利，我可以反击回去。为什么不辞职？或许穷鬼可以理解我，毕竟那是300一个小时的轻松工作呢。我积极备战，每天都很紧张。江月焕依旧不出门不出声，每次到他家里，屋子里静悄悄的，像没他这个人。他越是如此，我越是害怕，甚至想他干脆冲出来给我一刀吧，大家都痛快点。事情发展到后面，我晚上开始做噩梦，梦境总围绕着门后悠悠的眼睛展开。江月焕死死盯着我，一只手扒拉着门缝，
背着的手里拿着一把刀，身后黑漆漆的屋子里装满尸体。最近一次梦里，我梦到江月焕是个连环杀人犯，他桀桀地怪笑着，说要把我先奸后杀。啊呀！我尖叫着从床上清醒过来，看到镜子里黑眼圈深重的自己，决定主动打破这种非人的沉默折磨。大半个月过去了，我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，鼓起勇气，慢慢靠近江月焕的卧室，犹豫了整整3分钟才敲响门。门缓缓打开，露出一条缝隙，一只黑漆漆的眼睛盯着我。什么事？江月焕的声音低沉，和梦境里杀人前的音调差不多。我双腿颤抖，头脑空白，想说的话一下子忘了，好一会儿才结结巴巴说：“你好。”他沉默地盯着我，我勉强镇定道：“这些天都没见过你，还以为你出去了。”没有，我一直在。他说：“他一直在。”我脑海里的小人无声尖叫。所以，为什么不出来呢？为什么要出来？我噎住，想了想说：“整天待在屋子不闷吗？”他摇摇头。我说：“出门透透气也行。”他又摇摇头。我试探着引诱他出来，想看清楚他的模样，以及身后的屋子里是不是堆着尸体，但江月焕死也不出来。他越是如此，我越是害怕。就在我不知所措时，他忽然小声开口：“能不能不要和我说话了？我害怕。我遛完狗上班时，我依旧是懵的。江月焕说他害怕，他怕我。既然他怕我，那我就不怕了。应该是我强大的气场、威严的模样震慑住了他吧。我不由得意起来，昂首挺胸地走进办公室，下一秒奴颜婢膝地将资料交给秃头上司，笑得跟朵花一样。请您过目。秃头上司瞥了我一眼，冷哼一声，接过资料，摆摆手让我滚蛋。我圆润地滚了，回到工位，立马加入声讨秃头上司的群聊中，并在心里暗下决心，赶紧多存点钱跳槽，裸辞也行。那次聊过天后，我没再做噩梦，也不再害怕。江月焕说害怕时的退缩模样让我膨胀起来，认定他大概率没胆子图谋不轨。既如此，那就相安无事吧。当然，以防万一，我依旧带着防狼喷雾和匕首，消除心理阴影，早起惬意的遛狗，还能拿300块，真让人心情愉悦。某日，我又在小区里遛狗，一向温顺的狗狗忽然汪汪叫着，扑向一名衣着不菲的贵妇。这段时间，狗狗很乖，我渐渐失去警惕心。此时才7点过几分，小区花园里没人，于是我放个狗绳，让它撒欢玩会儿。没想到就这么一次，狗狗居然扑人了。我脑子里嗡的一声，糖糖回来！我大叫着冲过去，贵妇抱起糖糖，惊讶地打量我，谢天谢地，没咬人。我慌张地道歉，对不起，你没事吧？贵妇说没事。我满头大汗地将狗狗抱过来，拴上狗绳，骂它不许乱跑，不许咬人，知道吗？糖糖朝我兴奋地甩尾巴，这狗和你很熟啊？贵妇上上下下打量我，笑眯眯的。我点头，可不是，天天一早起来遛它，当然熟。贵妇眼睛刷的一亮，天天一早？我点头，是啊，早上起来就遛。贵妇激动，遛多久了？我对她充满歉意，有问必答。2个月了。您真没事？贵妇笑得跟朵花似的。没事，就你一个人遛吗？狗的爸爸吗？我随口道，大概还在睡吧。贵妇咧嘴笑，哦，还在睡呀，辛苦你了，一大早就得起来遛狗。我茫然，啊，也不是很辛苦，毕竟300块钱1个小时呢。贵妇乐颠颠地离开了。我严格地遛完1个小时，才返回江月焕的公寓，把狗赶回笼子。刚准备离开时，手机响了，掏出来一看，来电显示江先生。我无语地看向卧室门，刚才狗狗弄出那么大的动静，他肯定听到了，知道我遛狗回来，都在一个房子里，他怎么打电话呀？有这么社恐吗？江先生，我一向对金主比较宽容，调整表情接通。我妈来过了。他说。我满头问号，他妈来过和我有什么关系？他误以为你是我女朋友。江月焕解释。我震惊，他见过我？江月焕，今早上，我想起了那个珠光宝气的贵妇，恍然大悟，原来那就是江月焕的妈妈呀。江月焕，他老逼我结婚，我嫌烦就说你是我女友。你能不能假装成我女朋友？我晕了，这能装吗？我走到卧室门前敲了敲门，江先生，咱们好好聊聊。我们不是在聊吗？我迥然片刻，能当面聊吗？他不当面也能聊啊。我难以理解他的行为，隔着门板问他，咱们非得这样说话吗？他沉默片刻，小声说，对不起，我害怕。不知为何，我竟然从他的话语里听出可怜兮兮的感觉，揉了揉眉心，声音软下来，别怕，我不会吃人的。他哽咽，我社恐，我妥协。好吧，咱们就这样聊吧。经过一番交谈，我才知道江月焕被催婚的事。他社恐，不想相亲，父母一怒之下将他扫地出门，自己做试管生仔，结果试管没成功，他妈便找上门来骚扰他，不想在院子里遇到我，误以为我是他女友。整个过程非常合理。联系最近的遭遇，我终于确认江月焕并非坏人，他只是极度社恐，不愿意与人交往，才会死活不出卧室。好吧，不是杀人犯就好。再给你300一天，你假扮我女朋友住隔壁房间，我可以给你做饭。他小声地提建议，行吗？我愣了愣，说我考虑一下。虽然我对江月焕已经放心，但假扮女朋友又孤男寡女住在一起，也太奇怪了。江月焕没说话，门缝后的眼睛黯然下去。那个瞬间，我竟然会产生我拒绝他，真该死啊的念头。接下来一段时间，我没和江月焕说过一次话，在一套房子里居然不说话也不见面，我彻底相信他是个社恐。
我们有事都在微信上交流。他的话很简洁，能不多说一个字就不多说一个字。如果不是知道他社恐，我会觉得他高冷无礼。他没再问我能不能假装他女友，我也鸵鸟的不提。我们俩当个纯洁的金主和遛狗人，挺好的。某日回到出租屋，室友拿着一瓶洗发露冲过来问我，你是不是用我的洗发水了？我黑人问号脸，你为什么觉得我会用你的洗发水？合租室友冷笑，我前阵子才买的，今天就剩下大半瓶，这屋子里只有我们2个，不是你用的是谁？当初我和同事合租，后来同事辞职离开，转租给一个精神小妹，噩梦开始了。那女孩事事都要斤斤计较，老觉得我偷她东西，大大小小矛盾不断。偏偏房东已经收了半年房租，现在退不划算，又没找到合适的转租人，只能忍着。你神经病啊！我自己那么大一瓶洗发水，为什么要用你的？我气得从卫生间里拎出自己的洗发水，你看清楚，这么大一瓶，还剩这么多，我偷你的干嘛？他说，我记得你买了很久吧？为什么还剩这么多？肯定是你偷偷用我的洗发水。我震惊无比，和他大吵一架。她哭着给男友打电话，说我欺负她。电话里，她男友凶神恶煞地威胁我，说他就在附近，马上要上门揍我。别以为就你有男朋友。我又气又害怕，慌得满头大汗，没想那么多，迅速拨通江月焕的电话号码。他就在隔壁小区，马上就能赶过来。大不了我免费假扮他女友，大家共同合作呗。嘟嘟嘟，电话接通，江月焕。我忽然有点怂了，但此时怂好像太丢脸，于是硬着头皮说，你快来帮我。江月焕，啊，我咬牙，你不是我男友吗？我答应了，我被欺负了，你快来。那边沉默好久，就在我以为他不来的时候，他说了一声，好，好。极度社恐，为了我愿意出门了。10分钟后，室友的花臂男友出现在房子里，我慌了，又给江月焕打电话，你来没来呀？室友的男友已经到屋里了，要打我。早就来了，他闷闷地说，但我不是业主，也不是租户，保安不开门。我被雷得不轻，那你说明情况，让他开门啊。这破小区的物业不严，稍微给个理由都可以进来的。我不想说话，我迅速想象了一下那个画面，江月焕站在小区大门口，保安问他干嘛的，他站着不说话，然后保安就不理他，他呆呆地站在旁边。我的心情非常复杂，这样的男人，谁当他女朋友谁倒霉。我收起手机，迅速堆起笑脸，大哥，有话好好说，请坐请坐。我态度好得不得了，以为可以蒙混过关，哪知道两人见我服软，以为拿捏了我，更加盛气凌人。我忍到后面怒了，贱女人，敢欺负我家美美。花臂大哥扬起波大的拳头朝我靠近，这时门外响起咚咚的敲门声，他妈的谁呀？花臂大哥不耐烦道。门外的人不回答，继续咚咚敲门。花臂大哥愤怒地开门，然后哇的一声惨叫，捂着眼睛后退。众人皆惊，借着不甚明亮的灯光，我看到外面站着一道高高的黑影，身体颀长，穿着黑色卫衣，帽子扣在脑袋上，看不清脸。我草泥马，搞偷袭呀！花臂大哥放开手，愤怒地冲向门外的男人。男人伸出一只手，那只手宽大有力，十分苍白，一把抓住花臂大哥，在他震惊的神色中将他拉出去。楼道的黑暗里传来惨叫声，不一会儿消失了。精神小妹目瞪口呆，我立马摆出傲然模样，看到了吧，我男友敢欺负我，这就是下场。精神小妹畏惧地看我一眼，赶紧追出去。我也跟在后面，看到花臂大哥坐在楼道里抹眼泪，黑衣男人已经消失不见。精神小妹扶着花臂大哥上医院，我乐得半死，赶紧给江月焕打电话。刚才是你吗？他，真是江月焕，他不是个社恐死宅吗？怎么身材看起来很好，而且很有力气？我这么想，也这么问了。江月焕说，我有健身，我没看到健身器材呀。他在我屋里，然后无话可说。我又问，你不是被保安拦在外面吗？怎么进来的？他说，翻墙。那你怎么一来就打人？他小声说，我不想和他说话。我再次迥然，不想说话，于是翻墙进小区。不想说话，于是干脆不逼逼，直接动手。到底是社恐还是社牛啊？这种男人，谁做他女朋友谁幸福。我想了想，说，江月焕，我要做你女朋友。他说，好。第二天，我迅速退掉房子，住进江月焕的房子。江月焕的房子只有2间卧室，我住的房间很小，之前用来堆杂物。我搬过去时，发现里面的杂物已经被清空了，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，还摆上了各种家具。准备睡沙发的我着实感到意外，而且房间的门还特意安装了一道密码锁。看到密码锁时，我愣了一下，而后心里涌起感动。江月焕虽然怪里怪气，但很贴心，知道女孩子怕什么。放好行李，我走到卧室门前敲了敲，门打开一条缝，江月焕躲在里面说，什么事？我冲他微笑，谢谢。江月焕说，不客气。我开始和江月焕同居，我假装他女朋友打发他妈。同居了一段时间后，我都见过他妈2回了，依旧没见过他本人，不清楚他长什么样子。每天早上起床，餐厅里已经备好丰盛的早餐，燕麦片、面包、牛奶、咖啡，弄得干净又漂亮。吃完早餐，我下楼遛狗，遛完回家收拾好去上班。晚上回来，房间已经收拾得窗明几净，一尘不染，餐桌上摆着美味的晚餐。我不挑食，他做什么我就吃什么。令我感到意外的是，他居然几大菜系都会，每天换着花样做，还做得很好。当他的女朋友真幸福啊。吃完饭，我走到卧室前敲了敲门，江月焕，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你连粤菜都会做吗？
待在家里没事干研究的。我竖了个大拇指，贤夫良妇啊。江月焕几乎不出门，他用的最多的是外卖软件，每天会在网上默默下单各种食材，让外卖员送上门。他不去接，让人放在门外就离开。等外卖员走了，他才出门将东西拿进屋，一样样核对。在家里没事做，他便打扫房屋，陪狗狗玩，再自己动手做饭。我在冰箱里见过他切的菜，土豆细如发丝，肉条大小均匀，没有10年刀工切不出来。他还有一点强迫症，东西必须摆在某个位置，冰箱、客厅里的东西整整齐齐，要按大小、颜色分类摆放，否则他会抓狂。不过他是个社恐，抓狂也只是给我发微信，东西用完请恢复原位，图片。我纳闷儿，这不是恢复原位了吗？江月焕，颜色大小都没逻辑。我满脑子问号，逻辑？第一次听说家里摆个东西还要讲逻辑。我反问他，他就生气不理我了。晚上给我煮了一碗很辣的牛肉面，辣得我打开冰箱狂喝矿泉水。我敏锐地觉察到他生气了，赶紧走到他房门前道歉，对不起呀，以后我会讲逻辑的。他隔着门说，我拿着本本向他虚心求教，他终于肯理我了，隔着门板教我。客厅的设计属于现代简约风格，茶几对准电视幕布，从视野方面讲，花瓶需要放在右边，其他小东西放在前头，依次按从大到小，从深到浅排列。冰箱里第一格放蔬菜，第二格放肉菜，第三格放剩菜，剩菜必须蒙上保鲜膜。第一格放蛋类，第二格抽屉放球形蔬菜，比如土豆、西红柿。矿泉水放右边柜门，因为很常用。牛奶放左边柜门。我刷的记下，一边记一边说，明白了。他还讲述了厨房和卫生间的用法。我说，好的，我都有记下。他沉默片刻，小声问，你会不会觉得很烦？我摇头，不会，反正又不是我打扫、清洁、做饭。他被逗笑了，说，对，我来做。每个人的习惯不同，只要不是太离谱，我一贯尊重他人的习惯。我严格按本本执行，和江月焕相安无事。他似乎也觉得我很好相处，有时会主动在微信上和我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。我问，你不是社恐吗？居然会主动找我说话。他说，你不一样。我追问哪里不一样，他又开始社恐不回答。偶尔我会想起那日他敲门进我租的房子，伸手将花臂大哥拉出去狠揍一顿的情形。他身材高大，肩膀宽厚，完全不像我印象里不出门的死宅模样。也不知道他天天待在卧室，在哪里锻炼。我越来越好奇他到底长什么模样。我早起遛狗时碰到一些养狗的邻居，一来二去熟悉了，聊到房子，他说，你们住的那户型是3房啊，你们3室改成2室了吗？我愣了一下，忽然了悟，恐怕江月焕的卧室是2间打通并成1间。我越来越好奇了，里面到底放了些什么东西。当然我并没有僭越，我这人还算有分寸感，江月焕是我老板，我不可能做令他讨厌的事。一转眼来到月底，江月焕给我发了2份工资。我跟他说假扮他女友不收钱，作为上次帮忙的答谢，他坚持要给。我推辞不过，加上的确缺钱，便收下了，高兴地买了1包烧烤，几罐啤酒去敲他的门，出来吃夜宵啊，我请你。不聊，他拒绝。我没强求，失望地拿着烤串和啤酒走到客厅，开着电视自娱自乐。过了一会儿，手机铃声响了，我拿起一看，来电显示，江先生。我回头看了一眼大卧室门，纳闷地接通，江月焕。电话里声音低沉，你不高兴吗？我否认，没有。他说，你请我吃饭，我很高兴，从来没有父母以外的人请我，但我真的不想出来，所以你不要生气。我笑了，没有不高兴。他犹豫片刻，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。这些日子你做的一切我都看在眼里，我会努力的。啊，我茫然，这些天我做了什么？你要努力个啥？以前别人和我说话，我不想说，他们很快就离开了，认为我性格古怪，还传我各种谣言。他说，你不一样，一直都在包容我。我想他有点误会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讨好金主老板。我干笑2声，其实你人很好，没敢说。一开始我幻想他是个连环杀人犯，天天做噩梦，差点就辞职跑路了。我会努力改变，多和你说说话。他鼓起勇气道。我莫名开心，其实也不必勉强，我们现在的相处方式也挺好，在同一个屋檐下却要打电话聊天，传出去都很离谱。不过放在江月焕身上，我却觉得有点可爱，也不是不能接受。我们一个在卧室里，一个在客厅里，在电话里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，这是我几个月来和江月焕说过最长的话。刚巧周末电视里正在放比赛，我看不太懂，他便为我解说，那个球星叫罗尔迪。我惊讶，你怎么知道电视在演什么？你在偷窥？他无语片刻，我有电脑。我哭笑不得，都在一个屋里，有电视不看，非要自己开电脑看。我没再较劲，问他一些球赛的问题。江月焕有问必答，知识非常丰富，可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。我惊讶，原来你懂这么多。他说，社恐不代表没文化。我很想问他有没有上过学，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出门的，话到嘴边又咽回去，决定不杀风景。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天，等回过神时，我发现啤酒已经全下肚，有点困，不聊了，睡觉。我关掉电视机，将茶几上的东西按大小颜色摆好，迷迷瞪瞪的去卫生间洗漱，放开水龙头，美美的洗了个澡。洗着洗着，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再次醒过来时，我躺在一张陌生的床上，眨了眨眼，好一会儿我才清醒过来，迅速起身，柔软的被子从身上滑落，我看了一眼自己的身体，发出惊天动地的惨叫。门外响起敲门声，接着是江月焕的声音，你没事吧？我很慌张，我这是在哪儿？他隔着门回答，你在我的房间里。啊，昨晚你在卫生间睡着了，我打不开你的门，便将你搬进我的卧室。
我光着身子，我有些崩溃。你都看到了？他沉默片刻，嗯了一声。我捂住头，无声尖叫。他说：“我会负责的。”我放下手，愣住。负责？门后传来他坚定的声音。韩笑笑，做我女朋友吧。我紧张。我现在是你女朋友啊？真的那种。我挺尴尬，假装打量屋子，转移话题。你的房间好大，2间卧室连通在一起，非常宽敞。最外边是健身区，有跑步机、划船机、腹肌轮以及各种器械。另一面墙全是乐高，没有以前想象中的尸体，也没有很阴暗。他说旁边就是衣柜，你拿件衣服穿上吧。我赶紧起身拿衣服。江月换的衬衫很大，飘着清爽的气息。我的手放在门把上，用1分钟做好心理建设，才鼓起勇气打开门面对他。没想到门打开，连根毛都没见着。我无语片刻。江月换，工位里传来他闷闷的声音。我在，有必要躲到卫生间去吗？我又不是吃人的野兽，何况被看光的是我，该躲的也是我吧。我揉揉眉心，到现在还不肯见我。他说我害怕，怕的嘚儿。我翻了个白眼，本来挺尴尬，被他这么一搞，我忽然觉得自己对这样一个人尴尬挺没必要的。昨晚的事就当没发生过吧。我说我上班去了。2人的生活又恢复正常。江月换没再提从假女友变成真女友的事。周末下班回家，我发现餐桌上摆放着精美的大餐，还有一个小蛋糕。我熟练地给江月换打电话，给我准备的。他问喜不喜欢？我喜欢。我拿起蛋糕开吃，吃到一半，牙齿被磕着了。嘶！我掏出那硬物，灯光下巨大的钻石戒指差点闪瞎我的狗眼。这是什么？我的心脏砰砰直跳。华丽的钻石在灯光下璀璨无比，没有女人能抗拒这份诱惑。韩笑笑，做我女朋友吧。手机里传来江月换的声音。不，我拒绝。他不知所措。不喜欢吗？我摇摇头。我连你的模样都没见过，怎么可能答应做你的女朋友？做室友不相见可以，做恋人不相见那不行。他沉默了。我刚想说点什么，门铃响了。我赶紧去开门。来人是江月换的妈妈。打开门，江月换妈妈见到我吃了一惊，随即眼睛里爆出雪亮的光。韩笑笑，你还在呀？是的，我还以为他找个假的忽悠我呢。他喜笑颜开，提着蛋糕进屋。江月换呢？我擦了擦汗，说他在屋里。江月换的妈不好糊弄呢。江妈妈立即道：江月换，生日快乐。我这才知道今天是江月换生日。江妈妈将蛋糕放在餐桌上，又去和江月换说了2句话，便高兴地走到我身边。笑笑啊，你和月换相处的好吗？还可以。我手脚不知道该怎么摆放。他这人性子怪了点，但人真的很好。江妈妈巴拉巴拉。我静静听着，附和道：江月换很好，长得帅，性格好，爱干净，做家务，没有男人比他更好了。江妈妈瞬间激动到流泪。好，总算有个女孩子这么认可我家月换了，你们恋爱，我很高兴。我没否认，毕竟我收了钱扮演江月换的女朋友。江妈妈忽然问：你们什么时候结婚？我哑然片刻，红着脸道：过段时间再说吧，我们才刚交往。也对。江妈妈拉住我的手，可以多花点时间了解彼此，但不能拖太久了。你们都同居了，还不结婚多不好啊，婚事要趁早办。说完，快速吞下手腕上的玉镯。来，妈给你戴上。这么快就叫妈了，我连忙拒绝。阿姨，我不能收。那玉镯水润清透，一看就价值不菲。我爱钱，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，不敢这么乱收啊。你这孩子都和月换同居这么久了，都没个首饰戴戴。他不太懂这些，做妈的能不懂？来，收好。这是见面礼。江妈妈塞进我手里，玉镯差点掉下去。我吓了一跳，赶紧接住。我就不打扰你们小两口了。江妈妈喜笑颜开，迅速溜走。屋内恢复宁静。我拿着玉镯走到江月换的门前，敲了敲，说：江月换，你妈不知道实情，给了我一个玉镯还给你。门开了一条缝，一只眼睛躲在后面。收着吧，太贵重了，不能收。我摇头。他说不贵，这个玉镯大概才值10万块钱。什么叫大概才值10万块钱？我惊了，忽然觉得手里重若千斤，那我更不能收了。我说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是你女朋友啊。他沉默片刻。你为什么不能做我女朋友？我都看过你的裸体了。我红着脸打断他。看过又怎么样？我都没见过你的样子，怎么能做你女朋友？他难道必须见到我的模样才能做我女朋友吗？我废话，这不是当然的吗？他只要见到我，你就做我女朋友。我想也没想。好。片刻，门缝里伸出来一张照片。我长这样。江月换社恐，平时说话小声，会一直道歉，说对不起，还说怕我，以至于我膨胀了，觉得自己强大，他弱小。我完全忘记那日社恐的他翻墙进小区，闯到出租屋，将花臂大哥拉出去暴打一顿。也忘记看球赛那日，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，侃侃而谈，什么都懂。为什么我会下意识地忘记他厉害的样子，觉得他弱小好欺负呢？然后稀里糊涂地着了他的道。你太狡猾了，我愤愤不平。他隔着门板说：你答应过的，只要看到我的模样就做我女朋友，并没有说一定要见面才行。我无话可说，开始发脾气。难道我就不能当面见见你吗？对不起，我害怕。他又重复以前的话，弱弱哀求：今天我生日，可不可以答应我呀？我一下子噎住，愤怒离开，摔门进了自己房间，坐在床上。我鬼使神差掏出江月换的照片。妈蛋，长得真帅啊，高高的鼻梁，大大的眼睛，白皙的皮肤。原本以为是个大胖子死宅，没想到是个帅哥。冷静思考后，忽然发现做他女朋友完全不亏。他
他家务全包，长得又帅，我回来享福还不用伺候他。等等，我立即给他打电话，警惕地问：江月焕，你让我做你女朋友，是不是不想给我发工资？这次轮到他哭笑不得，不发工资，发零花钱，我的钱都给你花。第二天起床，我发现门缝里塞进来一张银行卡和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密码。我乐颠颠地拿着银行卡去柜台查询，半个小时后失魂落魄地出来，里面有1000万。江月焕给我发信息，其他的钱买了股票、基金和理财，暂时拿不出来，等过段时间给你。我有点抓狂，够了，不用了。就算我是个纯洁无瑕的人，也经不起这种金钱考验。就这样，我成了江月焕的女朋友。有了钱，我心里底气很足。虽然我很可能不会动这笔钱，但卡在手里很有安全感。秃头上司又把不该我做的工作塞过来时，我拉下脸，直接拒绝。不行，我不做。上司瞪大眼睛，不敢置信地望着我。不做？谁给你的胆子？我说，明明不该我做的工作，为什么给我呀？给了我也没见你加工资。秃头上司拍桌，岂有此理，把我骂得狗血淋头。我没依他，将之前收集好的证据直接发给总经理，并抄送给其他人。证据其实早就弄好了，但怕鱼死网破，自己也遭殃，故而一直留着。全公司哗然。笑笑，你也太刚了吧，真要整顿职场啊？同事问我。私下里我们都在吐槽秃头上司，骂他乱来，但也只是骂骂，不敢真的怎么样。00后嘛，就爱整顿职场。我故作潇洒地说。其他人纷纷夸奖，只有最好的朋友约我到楼道。你傻呀，当了出头鸟一时爽，就算你是对的，上面看到你这么刺头，以后什么好事都不会考虑你，更别说升职加薪了。我无所谓，当初我就是这么想，才一直忍耐。可现在我不想忍了，毕竟我有钱了呀。朋友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无奈道：事已至此，勇往直前，大不了辞职吗？可惜现在经济环境不好，找工作很难。我走一步看一步，船到桥头自然直。邮件发出去后，秃头上司被批评，但也仅止于此。上面有人保他，我就难受了，天天被穿小鞋。回到家里，我忍不住发牢骚。江月焕给我打电话，你不高兴吗？能高兴吗？死秃头一直整我。我巴拉巴拉的抱怨，他静静听着，最后问了一句：你在哪家公司？我说了名字，继续抱怨，宣称是好的上市私企，结果和小企业的处理方式一样，以后肯定走不远。第二天我去上班，下午便听说大股东到公司来巡查，要求众人迎接。大股东到我们这个破部门巡查，众人都觉得不可思议，不管大家如何疑惑，全都排排站好。不一会儿，江妈妈出现在玻璃门前，我傻眼了。江妈妈由总经理作陪，亲自到部门将秃头上司骂得狗血淋头，还表扬我有勇气有正义感，能举报不正之风。我目瞪口呆。等他走了后，总经理特意夸奖我。我从他口中得知，江妈妈姓林，是赫赫有名的江氏集团的董事长夫人。江家首富之家，那江月焕不就是传说中的首富公子？我掏出手机想打电话确认，最后却放弃了。总经理不可能说谎。打开网页，看到江妈妈身为董事长夫人陪同出席各种活动的照片，我无话可说。晚上回家，看着丰盛的晚餐，我一阵纠结，首富之子亲自下厨替我做饭，不，我还是别这么不识相吧。我赶紧给江月焕发信息，以后别给我做饭了，我在外面吃。以前我还高兴的想和江月焕谈恋爱，知道他的身份后，我一点也不觉得自己会真的成为他女朋友。我这人最大的优点就是有自知之明，知道自己几斤几两，绝不高攀。上一段感情让我更清晰地认识到这点。大概长得漂亮的缘故，喜欢我的男生都挺有钱的。我的前男友是其中的佼佼者，哪怕大学恋爱3年，我不停地努力成为配得上他的人，最后还是一场空。出去玩，别人都会挑剔我，各种看不起，认为我是个捞女。前男友一开始会维护我，后来吵过几次架后，出去时他就冷眼坐在一边，旁观我被人刁难，仿佛要让我知道地位的差距，我需要依靠他才能过得好。人都是有脾气的，不可能事事顺着他。闹腾了几次后，他的爱意就慢慢消退了。再后来他家人出面，他认为我不值得他抗争，便很快提出分手。那时候为了赌气，我将他送我的礼物、请客吃的饭全折算成钱还给他，表示不会沾他一点光。此举把自己搞成穷光蛋，还欠了一笔钱。事后清醒过来，后悔不迭，干嘛非要争那口气呢？反正一辈子都不会再有交集，何必把所有钱还回去？还一部分得了，至少不要欠债。可惜世上没有后悔药。江月焕这边更有钱，他的圈子更会看不起我，我就不自找没趣了。我想分开，但不知道该怎么提，便一直拖着。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我没在家里吃饭，遛完狗就出门，晚上很晚才回家。那次江妈妈表扬了我，我在公司的地位水涨船高，还升职了。别人都说是因为我举报有功的原因，我心里清楚是江妈妈出面的缘故。我每天都在外面吃饭，坚决不动江月焕的东西。晚上回家后，我立马洗漱，然后休息。半夜我睡得迷迷糊糊时，忽然觉察床边有人，我一下子睁开眼睛，尖叫：谁？床边的黑影吓了一跳，慌慌张张地往外跑。站住！我抓起枕头扔他，黑影跑得更快了。我追出去，不见了人影。打开灯，房子里空荡荡的。我想了会儿，走到江月焕的房间前问：刚才是你吗？门后传来闷闷的声音：是我。我无语。你跑什么？他沉默片刻，说：我私自闯进你的房间。哦，你门没关，这几天又不和我说话，不吃东西，我很担心。他解释。我哭笑不得，揉了揉眉心。江月焕在。他声音紧绷。我说：咱们去旅游吧。不去。他拒绝。不出意料。我说：如果我一定要你跟我去呢？他说：我害怕，不去。我撅了抿唇，打算说出分手的话。没错，我一直在考虑分手，今晚就是契机。
如果我提出要求，他拒绝，那我就有理由离开。房门忽然打开一条缝，一只手伸出来，拿出一张照片以及一摞纸币。你带我的照片去吧，就当我陪着你去了。我笑死，我抱着你的相片出去旅游算什么？别人还以为我抱着一项呢。我将相片和钱推了回去，不去就不去吧。屋里没声音，我沉默了一会儿，问他：江月焕，我能见见你吗？屋子静悄悄的，没反应。也好，不见就不会挂念。我笑了笑，转身回到自己的房间，收拾好东西，拖着箱子离开。我不觉得我和江月焕在谈恋爱，毕竟我们连面都没见过。他也只是因为看到我的身体想要负责，才让我做他女朋友。有前男友的例子在先，我决定早点离开，免得越陷越深，最后受伤。我收了应得的遛狗的钱，银行卡以及玉镯都留在屋子里。如今钱已经存够了，手里宽裕了，可以把债还完，以后会好起来的。手机里还完借呗，我松了好大一口气。走出小区，我给江月焕发了信息，连旅行都没法陪在身边的人，不适合恋爱，分手吧。我删掉他的联系方式，露出大大的笑容，坐上网约车去朋友家里。我来啦，新生活，我向公司递交了辞呈。所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。朋友问我，你干嘛辞职啊？我说，想休息一段时间，错过这个机会，以后恐怕就难了。是的，但我不后悔。倘若我继续留在公司，我和江月焕分手，他妈不高兴，随便放句话，我就会过得水深火热。为了避免麻烦，当然是断干净为好。我坚持要走，公司做事挽留了一下就放了。本来我在他们心里就是刺头，上次是迫不得已提我职位，如今我主动辞职，他们当然顺势同意。我到处找工作，每天过得辛苦又充实。那日我回到朋友家楼下，发现花坛边蹲着一个男人，穿着卫衣，帽子扣得严严实实。一开始我没注意，直到他忽然起身，两条大长腿快步走到我身前拦住我，用熟悉的声音开口：韩笑笑。我瞪大眼睛，你？男人犹豫片刻，脱下帽子，露出苍白又俊美的面容。江月焕。他长得和照片上一样，高大帅气，俊美无助。我的心脏砰砰直跳。他的眼睛又黑又润，仿佛大狗的眼睛，此刻带了点可怜的意味，小心翼翼地问：我陪你去旅游，能不能别分手啊？我心情复杂。江月焕，你这是干嘛呀？他有点无措。我求你别走。我说，你是江家公子，有的是门当户对的女人，干嘛找我？你又不喜欢我。谁说不喜欢？他急急道，我不是那种随便说喜欢的人，我喜欢你才和你交往啊。他着急的样子让我心软。他和其他男人不一样，或许是社恐的原因，接触的人情世故少，他的眼神非常干净，也不擅长说谎。我说，我们的差距太大了，你是首富公子，我就是个普通女孩，咱们不合适。哪里不合适了？谁敢说不合适？旁边响起一道尖利的声音。我转过头，江妈妈和一个陌生男人蹲在花坛后面，见到我，两人赶紧缩回去。我一言难尽地问面前的男人，你谈恋爱还要带上妈妈呀？江月焕赶紧说，我不知道，我爸妈跟来了。江妈妈和江爸爸从花坛后面讪讪起身走过来道，我是江月焕的爸爸江成，幸会幸会。江妈妈拉起我的手说，放心吧笑笑，我们都不是看重家庭门第的人，反正都没我有钱，我干嘛还要看女孩子家有没有钱啊？他又说，你放心，我们很喜欢你，你不要因为江月焕是江家的儿子就看不上他，如果实在看不上，我们可以马上断绝母子关系，将他赶出家门。传说中的人物站在我面前，我有点紧张，稀里糊涂的我被江家人拉进车里，一溜烟的去了郊区别墅。江妈妈召集7大姑8大姨，宣布我是江月焕的女朋友，不许对我不敬。整个过程我都被牵着鼻子走，回过神来，我已经是江家认可的准儿媳妇了。站在露台上吹着风，我神情纠结。江月焕走到我身边，是不是不舒服？没有。我摇摇头，我能感觉得出你对妈妈的安排不舒服。我没否认。他拉着我的手下楼，坐进一辆吉普里。江月焕的神情虽然有点不自然，但他在尽力克制接触人的恐惧。走吧。去哪儿？不是想去旅游吗？可是去哪你说了算。我讶然，那么多人，我们就这样离开，会不会不好？江月焕说，我社恐，不喜欢人多，他们都知道我性格古怪，带着你离开很正常。我问出一直想问的话，怎么突然肯出来了？他侧头看了我一会儿，靠过来，轻轻地吻我的脸，又迅速退开，害羞地说，我喜欢你，你走了，我想如果不出来追你，可能会永远错过你，就出来了。我有点感动。江月焕的社恐情况我心知肚明，他能克服那种恐惧走出来，真的不容易。当初我逼着他和我一起旅游，就是笃定他做不到，我再以此为理由提分手。可他出来了，而且他的家长并没有像前男友的家长那般蔑视我。要不给他个机会，也给自己一个机会。发动机响，吉普开往一条繁花盛开的小路。你为什么会这么社恐啊？我问。他说，小时候被身边的人绑架过3次，很害怕。我不知道人们到底是怎么想的，他们对我笑，实际上心怀鬼胎。我觉得人很可怕，就社恐了。我问，那你为什么不怕我？他沉默片刻，说，不知道。你来到我身边，我透过窗户看着你，忽然觉得如果是这个人，可以接受他永远在我身边。我笑。他又赶紧说，我不随便的，你是我第一个交往的女孩。啊？我惊讶，第一个？他说，因为社恐，我没有朋友，更没有恋人。哦，这倒也说得过去。我点点头。但是你想让我做你女朋友，得经过我同意啊，难道你想我就必须听你的？他停下车靠在路边，转头郁闷地盯着我。不行吗？我以为你答应了。他的忧虑如此明显，像一只惴惴不安的大狗。我一下子就心软了，这人总能戳中我心中柔软的部分。也不是不行。他的眼睛瞬间发亮。我笑着道，咱们可以尝试先交往一下。他捧住我脸，郑重承诺。
好，我会让你爱上我的。夕阳下，我们轻轻相吻。全文完。